如果原子弹在你的城市爆炸，会发生什么？最早的一种核武器，也是人们最熟知的一种核武器，原子弹的破坏力、杀伤面积都十分巨大，毫无人道可言，被称为人类战争的终结者。想象一下，当一颗原子弹以惊人的速度从你的城市上空落下，到底会发生什么呢？这个时候的你有机会逃生吗？全程高能，千万别眨眼。首先，我们需要了解原子弹究竟是什么样的武器。原子弹是核武器之一。而核武器说的就是利用核裂变或核聚变产生的巨大能量实现破坏力的武器。想当年，美国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投下的那2颗原子弹，只有不到50公斤的油，却释放出了相当于2万吨化学炸药的威力，将日本这2座城市炸了个稀巴烂。假如一座原子弹在你所在的城市爆炸，人们像往常一样上班上学，就在1秒钟都不到的时间里，会出现一个比太阳还近还热的等离子球，2公里范围内的人瞬间消失，就像是热锅上的水滴。大多数建筑物、汽车，就算是树木，也会瞬间蒸发。大约有10万人会丧生在这1秒钟的热能里。人们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人就没了。这个时候，如果你没被蒸发，那么如果你是睁开眼的，一股强烈的白色闪光能让你瞬间失明。同时，这个白色闪光会带来巨大的热能，10几公里内的一切可燃物都会被点燃，城市陷入一片火海。如果你站在热能里，你会瞬间变成一个火人。如果你的城市在海边，那么巨大的热能会掀起巨大的海啸，席卷整个城市。然而，这还只是原子弹爆炸的第1阶段，更可怕的还在后面。如果你的城市遭遇了原子弹攻击，会怎么样？原子弹爆炸的几秒钟内，随之而来的是巨大的冲击波、火球的热量和辐射，在周围形成超高热度和超压缩的空气气泡。这个空气气泡可不像一般的泡泡，它们的速度比音速还快，甚至能产生比飓风和龙卷风还可怕的强风。如果你在户外，那么你就会像尘埃一样被瞬间卷走，房屋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倒塌，成千上万的人因为来不及反应而被活埋，然后一个巨大的蘑菇云升向天空数公里，整个城市被笼罩在巨大的阴影中。如果你距离爆炸很远，你可以拿出手机拍照，但是你不知道巨大的冲击波正在向你袭来。如果你幸运地躲过冲击波的袭击，在原子弹爆炸几小时到几天之后，你会发现天空突然飘来无数褐色的灰烬，降落在城市里的每个人身上。真正恐怖的核辐射来了，人们每次呼吸都会将毒物带入自己的肺中。随后的几天中，人们开始陆续死去。你的城市所有道路会被封锁，火车站、高铁站早就被爆炸炸得4分5裂了。城市开始停水、停电、停信号，周围城市为了自保也彻底将你们隔离。会有救援部队来帮助你们，可是他们很难进入你的城市，因为城市内部的核辐射实在是太强了，几天的时间内都没人敢进来。慢慢的，一些救援部队穿着厚厚的防护服来到你的城市，给你们带来食物、水和医疗救助。可是在接下来的几周、几个月甚至几年内，死亡都会笼罩着你的城市，幸存者们会一个个死于白血病等各种癌症。更可怕的是，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你的城市都不会完全复苏过来。那么当原子弹爆炸，真的没机会逃生吗？如果原子弹攻击你的城市，你有机会逃生吗？人类历史上曾有2次最接近核战爆发的时刻。第一次是古巴导弹危机，这场危机持续了13天，美苏双方进入了最高战备状态。美国921架轰炸机携带核弹待命，如果苏联不喊停，差一点就爆发了。第二次是1983年，苏联因为侦察卫星出现失误，发射了5枚核弹。万幸的是，美军没有发射核导弹，这场核大战才没爆发。如果原子弹真的在你的城市里爆炸了，你该怎么躲避才能幸免于难呢？首先要看看原子弹爆炸的地方距离你多远。如果在5公里范围内，那么不管你做什么都没用，这个范围内基本寸草不生，躲起来也活不了。如果提前知道原子弹要来，那么从它的发射到抵达目标大约需要半个小时，具体取决于原子弹从哪里发射。这段时间你可以赶紧做好准备逃难。如果在爆炸中心5公里外，你可以躲到防空洞、地下停车场、
地铁站。这3个地点是人们最容易抵达的地点。爆炸发生时会产生剧烈的强光，你躲起来之后需要卧倒，双手护住头部。要注意，千万别躲到高楼大厦，高楼并不是最佳的避难场所，地下的遮蔽物最适合躲避，因为爆炸所产生的冲击波很轻松摧毁整栋大楼，再高的房屋也会瞬间变成废墟。你需要准备好充足的食物，因为你可能在里面待上很长时间，然后等待救援人员的救助。幸运的话，你能活着见到救援人员；不幸的话，可能最后还是难逃一死。不过还好，这些都是我们的想象。现在全世界都倡导和平，原子弹是不可能爆炸的，我们也不需要担心自己会死于核辐射。对此，你有什么想说的，又有什么独到的见解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跟大家一起分享。